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象征的城市上海，在很多人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呢？是陆家嘴灯火通明的天际线，是外滩闪耀的金融中心，是那种只要够拼就一定能出头的信念。但是从2026年一开年，这座城市就在悄悄地发出警报。一座摩天大楼林立、资本云集的国际都市，却突然出现了地面塌陷。房价不再只涨不跌，楼市开始松动，年轻人拼命工作，却发现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变得吃力了。这不是电影剧本，也不是危言耸听，这是2026年以来上海正在发生的现实片段。这些看起来各自独立的事件，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它其实是一连串的讯号，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走向崩塌的预告呢？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些现象一层一层拆开，看看数字背后的逻辑，看看繁华背后的裂缝。观众朋友们，过年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岳音。如果您想及时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从瞬息万变的新闻资讯中迅速抓住最核心的信息，了解新闻内幕，一定要订阅大时局，美东时间每天早上6点为您全天更新。如果说上海曾经是无数人奔赴的中国梦的第一站，那么现在呢，我们恐怕得重新审视一下这个神话了。高楼耸立，资本汇聚，金融中心灯火通明。上海一度贡献全国约4%的 GDP， 像是一艘巨轮，载着中国的经济破浪前行。但是问题是，2026年的一开年，这艘巨轮就开始晃了。为什么呢？因为3个信号几乎是同时出现。第一，就是二手房持续下跌，国资下场大举收购法拍房。第二，大学生起薪只有4000元，结果发现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第三是地铁施工塌陷，直接变成天空。我们回头看上海过去的繁荣模式，其实非常清晰，3大支柱。第一就是房地产，拉动投资与财政收入；第二是就业与高新产业，支撑消费与信心；第三是基础设施，保障城市效率与资本流动。但是现在呢，3条裂痕刚好对应3大支柱。房地产松动，薪资水平大幅下降，基建风险浮现。这不是单一板块的震荡，而是结构性的共振。一条看不见的断层线正在2026年慢慢地浮出了水面。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先来看一下楼市。去年下半年开始，上海二手房的价格出现了连续下跌。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26年1月房价指数，上海的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再跌0.4%，已经连续第9个月下跌了。官方的说法是跌幅正在收窄，最新只有0.4%，下跌动能正在衰竭。听起来好像是不是快稳住了？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据财新网披露，从2025年6月到现在，上海的二手房累计下跌了约15%。再对比历史高点，市场机构的数据显示，跌幅已经接近了30%。这不是小幅的波动，这是趋势的改变。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价格，而是动作。2026年开年，上海的国资企业突然大规模的下场，收购法拍房和老旧的二手房。浦东、静安、徐汇率先试点，目标是2000年前建成的中小户型，总价不超过400万。收购的价格大约是市场价格的5折到7折。收完了之后，转为保障性住房。官方说这是去库存稳楼市，但市场的解读却没有那么乐观。有网友在 X 平台直言，浦东内环70平米不超400万，单价大约是5万7，这就意味着市场还得再跌一段才符合收购的条件。也有人提出了3个尖锐的问题：第一，就是钱从哪儿来？地方的财政本就吃紧，是不是还得靠银行贷款？第二，谁受益呢？哪些房子能被官方收走？定价过程透明吗？第三，谁来买单？这种低回报的租赁资产，未来形成的债务缺口，谁来填呢？这些质疑核心只有一句话：这究竟是救市，还是把风险集体化呢？今天你庆幸房价没有继续暴跌，明天你可能在为国企的资产负债表买单。
包括路透社及彭博社在内的多家外媒都指出，国资托底确实有稳定预期的意图，但规模有限，效率不高，更多的像是延长周期，而不是真正的恢复需求。换句话说，这不像是一场主动的产业升级，更像是一场紧急止血。问题是，为什么要止血呢？因为上海这样最富有、最有资源的城市都已经开始感受到压力。更大的背景是模式本身。过去20年，房地产在高价时期贡献了约30%的 GDP， 土地财政、信贷扩张、居民杠杆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但是现在呢，全国库存去化周期约为28个月，法拍房接近了100万套。如果需求没有真正恢复，如果收入没有真正改善，那么国资收购只是把风险往后推。上海的今天是不是一场全国性危局的开端呢？如果说楼市是结构性的裂缝，那么薪资就是最真实的体感温度。我们来听一个故事。网友飞扬仔仔逆成长近日发文，分享元旦期间在上海读大4的侄子考研结束了之后到家里吃饭的谈话。期间谈到为什么考研，侄子回应说，第一是趁学习热情还在，冲一个名校提高学历；第二是看了一圈就业市场之后，发现环境不对，现在不好找工作，如果读研成功，等3年后毕业，或许经济回暖，收入会好一些。再问到薪资，实习是按天算，150元一天，不包吃住，没有加班费，转正之后大概就是4000到5000元。听到这个数字，网友飞扬仔仔逆成长就愣住了，这不是10年前的行情吗？打开招聘软体，看起来月薪8000到12000，但是真正沟通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上限，是画饼，实际的底薪多数都卡在4000元，甚至有 HR 直言，给应届生开4000元，企业觉得很合理。那么问题就来了，上海呀，上海是1线城市，是国际金融中心。如果这里的起薪都回到4000元时代，意味着什么呢？网友就给算了一笔账，合租一间老破小的次卧2000元起步，吃饭、通勤、水电煤再省也要1000元，4000元扣掉了基本生存成本，几乎就垫底了。一次聚餐、一次小病都可能让整个月的预算崩盘。在2、3线城市，4000元或许能活得体面，但是在上海啊，这代表的就是极度克制的生存状态了。他感叹，很多90后自嘲运气不好，但是现在的00后同样在承受压力。一边是房租与物价上涨，一边是薪资停滞甚至倒退。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把这种体感落差进一步具象化。多名毕业生直言，过去1年里，上海部分高校的起薪水准已经从大约8000元滑落到了4000元左右，几乎与10多年前的行情重叠。这不是简单的薪资调整，而是一条向下折返的曲线，一种让人产生时光倒流错觉的回撤。当一座以高收入著称的城市出现这样的变化，它所释放的信号并不局限于某几个行业，而更像是整体需求收缩后的连锁反应。企业在压缩成本，招聘预算变得保守，起薪不再承载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而只是维持运转的最低支出。而另一组数字则让这种压力变得更加立体。根据中国教育部预测，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供给持续增加，年年攀升。然而岗位需求却没有同步扩张，产业吸纳能力与毕业生增速之间的缝隙正在被现实无声放大。南华早报早前就警告，当这些毕业生在同一年涌入市场时，就业压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不只是竞争激烈那么简单了，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拥堵，入口挤满人，出口却没有变宽。经济学者刘元春更进一步地指出，未来毕业生的规模仍然可能继续上升，但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未必能创造等量的高端岗位。如果高学历人群的期待和市场提供的现实长期错位，那么积累的不只是失业率，而是失衡的心理预期，甚至可能外溢为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压力。聊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加拿大的 GenX 硒氧生黑高滋，特别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试一试。它能够有效地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我有一位才40多岁的朋友，去年就总觉得口渴，也没有力气，半夜还经常醒。一检查是血糖偏高，医生说再不控制就得吃药了。我这个朋友当时挺紧张的，后来我推荐他吃了 GenX 黑高滋，也就3个星期，血糖就降下来了，睡觉也香了，精力也充沛了。现在他的父母也在吃，感觉都很好。黑高滋是由加拿大政府监管生产，并且通过了加拿大 FDA 和卫生部的双重认证的。临床实验证明，它对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都有明显的效果。里面不含糖分和西药，温和不伤肝肾。想试一试的朋友，描述栏有购买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回到新闻话题中。如果说楼市松动是资产端的裂痕，薪资下探是收入端的收缩，那么基建事故则是城市股价本身发出的异响。当地面开始塌陷，问题就不再只是市场信心，而是结构安全。2月12号新年前夕，上海的一处在建地铁工程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塌陷，原本平整的路面在几秒钟内向下坍塌，瞬间就形成了数十米长的巨大坑洞。工地临时工棚、红绿灯与围栏整片的滑落，现场的工人是四散奔逃，而地下管道大量喷水，不久便在坑底积成了水池，画面的震撼也让人不寒而栗。然而，负责建设单位随后发布通报称，事故为局部渗漏现象，并表示没有人员伤亡。如此大面积的塌方，当局却称局部渗漏现象，引发了外界质疑。大陆的网民表示，渗漏讲笑话吧，这绝对不可能是渗漏，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施工的单位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在施工中偷减程序，在施工中抽走的地下水硬化了之后没有回水灌浆。大家不知道，地下水抽出来时会带走大量的泥，导致土地沙化，所以在浇筑好隧道之后，必须用水掺泥浆回填进入沙层，保持住原有的土层固态。如果不这样操作，钱是多赚了，沙化缺水的土层会发生塌方，这是全世界地铁施工中的大忌。从视频中塌方时扬起来的尘灰分析，这是严重的缺水表现，偷工减料、追求成本利润的可能性极大。还有网友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工程层层转包，到了最后只能在质量上抽条，排水管道回填不达标，管道漏水，时间久了，周围的泥土都会被冲走，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坑，塌陷是必然的。上海地铁扩建多年，投资了371个亿，过去基建拉动 GDP， 但是如今债务高企，工程质量下降。日本经济新闻在多篇基建与经济展望报道中指出，过去20年，中国许多城市的运转逻辑非常清晰：土地出让带来现金流，现金流支撑融资平台、发债与贷款，融资再投向基建项目，基建推高地价与经济增速，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但是，当房地产下行，土地收入锐减，基建项目在资金紧张的背景下，被迫压缩成本、延后维护，或在管理上出现漏洞，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自然就上升了。而一旦事故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频繁出现，例如物流枢纽中断、交通主干线瘫痪、重要城市节点停摆，其经济成本将呈指数级放大。房地产危机正在让过去那套以土地融资撬动基建投资的模式走向崩溃。所以，当地面塌下去的那一刻，真正让人不安的，并不只是那个坑有多深，而是它背后是否还有更多尚未浮现的空洞。如果把镜头分开看，楼市是楼市，薪资是薪资，塌陷是塌陷。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直了，把资金流、就业、财政、基建放在同一条逻辑链上，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楼市下行，开发商回款减少，企业资金链收缩，
企业收缩导致招聘放缓，起薪下探，收入下降又导致消费转弱，信心降低，最后消费疲软，税收减少，土地收入下滑，财政吃紧，基建投入压缩，债务滚大，基建承压，事故风险上升，事故频发，信心再受打击。这不是单点震动，这是一条闭环链条，而且是向下的闭环。某种意义上，它像一个死亡螺旋，每一环都在削弱下一环，同时又反过来放大上一环的压力。彭博社在2024年12月发表的长篇报道，中国挣扎中的富裕城市正威胁整个经济，读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我们今天的上海写注脚。那篇报道的核心观点很清晰，中国房地产危机已不再是局限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更是开始向富裕省份、省会城市以及核心大都市蔓延。而这些城市恰恰曾是中国增长最强劲、财政最稳健、金融最活跃的区域。上海在这个框架里显得是格外关键。作为全国最富裕、最开放、资本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它的房地产与财政问题往往最早暴露，也最容易被观察。高额地方债务、土地收入下滑、企业回款延迟，这些因素叠加，使其成为某种领先指标。如果连上海都需要国资下场托底楼市，年轻人起薪大幅回落，基建事故引发信任质疑，那么风险就不会停留在某一座城市。上海也许只是第一个让裂缝清晰可见的地方。而在中国新年前夕，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地面突然塌陷成了天坑。那一刻，不仅是泥土与钢筋的崩落，更像是一种隐隐的不祥预感，悄然笼罩在了繁华之上。这里是大时局的要闻透视。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有所触动，请点赞留言，分享您的真实感受。您的思考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下一期我们继续同行。